盖了冒了我的老北鼻们。人人都说跟着德爷混是3天饿9顿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被动技能是怎么练成的。这部徒步亚马逊的纪录片可以说就是埃厄德最早期的进化过程。耗时2年半徒步穿越7200公里的亚马逊，中途不仅要面临食物和水源的短缺，还要面对心理和身体上的巨大压力，可以说到最后全凭意志力完成挑战。不过从完成挑战的那一刻起，德爷的命运齿轮也开始转动。目前德爷已经差不多走了4000公里，接下来他计划用12个月的时间抵达城市玛瑙斯，然后再往前走2000公里就能抵达终点。由于德爷的事迹已经传遍了全球，到了第401天，有一个精神小伙加入了队伍。32岁的山姆同样是一名英国人，曾在我国练习了长达2年半的少林功夫，回国后还当起了武术表演艺术家。虽说身体素质这一块没有问题，但这家伙对户外知识是一窍不通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又菜又爱玩。但德爷并没有因此嫌弃这个猪队友，毕竟有个老乡聊聊天还是很不错的。刚开始山姆表现的还挺兴奋，可还没过多久他就受不了了。丛林里的温度长期保持在30-40度，加上近乎100%的湿度，整个人都好像处在桑拿房里，而他们还要在这种环境下步行500公里才能抵达最近的小镇。更糟糕的是，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沼泽里，山姆的脚很快就出现了问题。脚趾头上长了很多水泡，稍微一挤里面还渗出来血水，这在丛林里可是致命的存在，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很可能会截肢。眼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姆只能用碘伏进行消毒，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。德爷虽然很舍不得老乡，但他也知道这种情况是致命的，于是开始劝山姆赶紧回家算了。不过山姆也是不服输，硬是又撑着走了好几天，直到脚趾迟迟不见好转，这才呼叫了救援。随着时间来到430天，此时他们距离终点还剩下3167公里。这一刻德爷才意识到只有齐奥和他才是真爱。据他所说，齐奥是个极具自我牺牲的人，总能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。于是从现在开始，德爷决定拒绝任何人加入。两人又往前走了50多天后，他们决定远离亚马逊的主干道，直接从丛林里横穿，这样能为他们节省不少路程。然而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，他们将要面临缺水和食物的问题。等到第506天时，他们来到了一处村庄，这里足足生活着100多户人家，几乎是方圆千里最大的村落了。在这里他们补充到了最紧缺的食物，接下来他们要沿着丛林走700公里才能抵达最近的一个村庄补给站。所以在出发前，两人给背包塞得满满当当，称了称背包的重量，好家伙，足足有36公斤，这对两人的体力将是不少的考验。收拾完装备，两人便头也不回地扎进了丛林。不料刚走没一会儿，德爷他们就遭到了马蜂的袭击，差点就葬送了自己的打野生涯。短短2秒半就被蛰了3次，把德爷气得差点没飙出英语。就这样走了1个星期后，来到第512天，此时还剩下2900多公里。现在他们的周围已经完全没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，而且德爷还发现，随着不断深入丛林，周围的地表越来越干燥，想必往后的情况只会更加糟糕。实在是累得受不了了，他们就原地坐下来休息。而这种木薯粉富含碳水化合物，是两人最主要的食物来源。不过现在已经被他们吃的只剩下这一盒了，接下来他们必须想办法获取蛋白质。3天后，两人携带的水源已经耗尽，没办法，他们只能靠发现的死水维持生计。又过了2天，丛林的地表已经完全干透，现在他们随时都要面临脱水吃席的风险。好在隔天的时候，他们找到了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水坑，浑浊的清水呈现出浓郁的黄色，已经达到了直接饮用的程度。不过考虑到身处野外，两人还是决定烧开后再饮用。就这样靠着发现的脏水又走了几天后，来到第552天，由于长时间饮用脏水以及营养不良，齐奥的身体终于出现了问题，于是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片刻。可等到了傍晚时分，齐奥最终还是撑不住，两眼一黑倒在了地上，旁边甚至还有苍蝇在环绕。这一度让德爷以为齐奥已经挂了，谁料短暂休息过后，齐奥竟奇迹般的又重新站了起来，继续跋涉了10几里地后，齐奥的情况又加重，还出现了呕吐的症状。目前德爷唯一能给他的只有几片布洛芬，能不能撑过去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好在第554天的时候，丛林下起了大雨，这是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喝的第一口干净的淡水，齐奥的身体也跟着好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齐奥简直就是超人。不过目前他们仍然面临着食物短缺的问题，更糟糕的是，德爷一个不小心还把他们仅剩的木薯粉打翻了。可即便是掉在了地上，两人也不敢浪费，直接就蹲在地上吃了起来。一口下去嘎嘣脆，泥土味，沙子的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。又过了几天，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食物，此时距离最近的人类文明还有100多公里。然而人一旦倒起霉来，就连喝水都塞牙缝，关键时刻 GPS 还没有了信号，没有缺德地图的导航，两人只能靠指南针来辨别方向。又继续前进了2天，这期间他们几乎没有吃到任何东西。饿急眼的德爷砍下一棵棕榈树，里面的棕榈芯富含碳水化合物，刚好可以满足两人的碳水需求，吃起来口感清凉甘甜，味道相当正宗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起码是牛肉的几10倍。
甚至齐奥在吃完之后直接回到了巅峰状态。第576天，目前距离终点还剩2600公里。行进路上，他们发现了一片湖泊，刚好他们身上带了渔网。齐奥见状，赶紧带着渔网下水捕鱼。就当德爷以为齐奥会以空军收场时，结果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齐奥整整带回来了30多条鱼。这番操作直接把德爷给看傻了。这种食人鱼味道非常鲜美，他们终于可以大饱口福了。随后，德爷用树枝做了个熏肉架，将吃不完的鱼肉熏成鱼干。这些鱼足够他们吃上一段时间了。到了晚上，德爷看到湖面上冒出很多亮光，拿手电筒一照，好家伙，我的乖乖，全是凯门了，直接把他吓得头发都炸了起来。而齐奥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美滋滋的在岸边洗起了澡。Sorry 等到了隔天，齐奥去检查渔网的时候，上面居然还有条倒霉的鳄鱼，多的不说少的不落，直接带回营地大卸8块，接着放进锅里煎制2日金黄，吃进嘴里肉质紧实，味道鲜美无比。两人吃的是满嘴流油，体内有了蛋白质的补充，齐奥的身体早已彻底恢复。又经过了91天的跋涉，他们终于走出了那片原始雨林。第598天的时候，还剩下2453公里。此时他们来到了夸里输油管的附近，接下来他们只需要沿着本道就可以抵达城市玛瑙斯。在这里，两人再次补充好了需要的物资，恰好此时 GPS 也有了信号，这让两人的速度快了不少。截至目前为止，德爷已经走了4700多公里，已经完成了整体进程的一大半。接下来他们需要面对本次挑战的第2个雨季。如果德爷和齐奥不能赶在雨季之前抵达玛瑙斯，那么他们又得在洪水里摸爬滚打。就这样来到第632天，此时还剩下2200多公里的路程。即便他们已经远离了主河道，但还是被洪水追上了脚步。途中，德爷还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手被刀划了一条巨大的伤口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，给他疼得忍不住发出叽叽叽的惨叫。没有纱布，就只能用胶带简单缠绕一下。庆幸的是没有割掉小指头。1个星期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处小诊所。德爷先是让兽医小哥哥给自己处理了一下伤口，然后又做了个全面检查，结果就是发现体内感染了寄生虫，把他吓得赶紧拿了一个疗程的药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别拿小命开玩笑。由于小诊所的人手不够，德爷只能自己注射。又在丛林里走了10多天，不知咋回事，胳膊上又冒出了一个脓包。于是德爷心一横，拿出针管就自己抽了起来，最终也是足足抽了2大根针管才抽完。治疗完后，两人继续出发。随着时间来到645天，此时还剩下2100公里的路程。长时间的跋涉让他的心理出现了问题，加上齐奥弄丢了他们的滑石粉和驱蚊装备，对此德爷非常生气，因为没有滑石粉，他的大腿内侧已经出现了皮疹，甚至连小德子都开始感染了。这天夜里，德爷对着镜头疯狂吐槽齐奥，此时他特别担心小德子的状况，毕竟自己连女朋友都没有，万一绝后了那才是彻底完犊子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自己的想法也不对，毕竟没有齐奥的话，自己估计早就饿死了。很快来到2009年的圣诞节这天，齐奥冒着大雨从河里搞到了2条大鱼，这可把德爷高兴坏了，立马炖上了一锅香喷喷的鱼汤。随后两人围在篝火旁度过了圣诞节，隔天还脱光衣服睡在一起庆祝圣诞节。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两人早已成为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同时德爷也回想起他10年前去世的父亲，这让他彻底调整好了心态。就这样，时间来到686天，他们终于抵达了城市玛瑙斯。此时距离终点还剩1800多公里，亚马逊河也从一开始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横跨几十公里的工业大河，2条最大的支流在这里汇聚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壮丽景象。过河后，他们再次钻入丛林，可由于德爷出门不喜欢带头发，他的脑门上寄生了很多马蝇幼虫。解决办法就是将它们掏出来，实在是掏不出来的，就用胶水堵住洞口，将它们闷死在里面。转眼来到第828天，现在的他们已经离开了丛林，走在了坚实的大马路上，这让他们的前进速度快了不少。此时只剩下300多公里的路程，按照这种速度，估计再走个10天就能完成挑战。而这时候，德爷的事迹已经在国际上传开了，更是被各大电视台争相报道。这天，德爷在查看缺德地图时，无意间发现了一条捷径，于是打算沿着它走完最后一程。结果走着走着发现根本行不通，茂密的植被让他们寸步难行。原本1天能走几十公里的，可沿着这条路他们2天才走了不到10公里，没办法，只好又回到了马路上。后面德爷为了赶之前落下的进度，于是决定通宵赶路。天亮后还被一群记者围观，这一刻的他们没有疲惫，有的只是不断飙升的肾上腺素。第860天剩余里程还有100米，此刻的两人终于抑制不住激动，朝着终点一路狂奔。最终耗时860天，德爷终于完成了本次挑战，也是激动的忍不住猛然落泪。这2年半的时间里，只有他们知道有多艰难。随后德爷和齐奥一起拿上横幅拍照留念，同时这次冒险也改变了齐奥的一生，两人更是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最后德爷的名字写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回国后还受到了家人们英雄般的待遇。自此以后，打野界就多了一位挨饿专家。